如果给你一个按钮，按下去，你就能得到1个亿。唯一的代价是，世界上会随机死掉一个你不认识的陌生人。你选择按还是不按？这个问题，我曾经在网上刷到过无数次，每次都和评论区的圣人君子们一起义正言辞地敲下不按，直到那个黑色的带着金属冰冷质感的盒子真的出现在我面前，而我最终还是按了。然后我的老婆死了。3天前，我还是陆哲，滨城陆氏集团的总裁，走路带风，前呼后拥。3天后，我只是陆哲，一个住在潮湿地下室，连房租都快交不起的丧家之犬。公司的破产来得猝不及防，像一场精准的外科手术，一夜之间，所有资产被冻结，所有合作方反水，证据确凿地指向我恶意转移资产。我百口莫辩，从云端跌进泥潭，只需要一瞬间。哲哥，想什么呢？泡面都坨了。苏婉，我的妻子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放在我面前，眉眼弯弯，笑容里看不出半分对生活的抱怨。我们从大学相恋到结婚，他陪我白手起家，也陪我住过比这更差的地方。我总觉得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他，最幸运的也是遇见他。我扒拉着碗里软烂的面条，食之无味。地下室唯一的窗户透进一丝昏暗的光，能看到地面上来来往往的脚。一双锃亮的鳄鱼皮鞋停在了窗前，我心里一咯噔，紧接着门被一脚踹开。哟，陆总，好久不见啊！来人是王浩，我曾经的竞争对手，也是这次把我踩进泥里最狠的那个人。他身后跟着2个保镖，一脸讥笑地看着我和苏婉，以及我们这间不足10平米的家。王浩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站起身，把苏婉护在身后。干什么？来看看我们滨城曾经的风云人物，现在过得有多滋润。他一脚踢翻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小饭桌，泡面汤洒了一地。陆哲，你当初不是很狂吗？现在怎么跟狗一样？我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肉里。苏婉拉了拉我的衣角，对我摇了摇头。我知道我不能冲动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拿什么跟他斗？王总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我们已经这样了，您就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马吧。我几乎是咬着牙从喉咙里挤出这几个字。放你一马。王浩哈哈大笑，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可以啊，跪下来，给我把鞋舔干净，我就考虑考虑。屈辱像烧红的铁烙在我的心上。我看着苏婉眼中含泪的哀求，又看看王浩那张嚣张到极致的脸。就在我膝盖微弯，准备放弃所有尊严的时候，苏婉突然冲了出去，挡在我面前。王浩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。王浩的笑容瞬间收敛，眼神变得阴狠。他一把推开苏婉，苏婉踉跄着撞在墙角，额头磕破了，渗出鲜红的血。那一刻，我脑子里最后一根弦断了。我像疯了一样冲上去，却被2个保镖死死按在地上。王浩走过来，用他的鳄鱼皮鞋一下又一下地踩着我的脸。废物！他啐了一口，带着人扬长而去。我趴在冰冷的地上，脸上是血液和血污，嘴里满是铁锈味。苏婉哭着跑过来扶我，声音颤抖：“陆哲，你没事吧？我们报警吧。”报警？我惨笑着：“有用吗？在这个世界上没钱没势，你连呼吸都是错的。”苏婉抱着我，哭得撕心裂肺。那天晚上，苏婉细心地给我处理伤口，什么都没说。可我从她闪躲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我从未见过的东西，是失望还是别的什么？第2天，她一早就说出去找工作。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浑身都疼，但最疼的是心。下午快递员打来电话，说有个我的包裹放在了小区的快递柜。我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，取回了一个没有任何寄件人信息的黑色盒子。打开它，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个红色的按钮装置，旁边有一张卡片，上面用打印机打着几行字：按下按钮，你将获得1亿元，代价是世界上会随机死掉一个你不认识的陌生人。我嗤笑一声，把盒子扔到角落。又是这种无聊的恶作剧。可当苏婉晚上回来，看到那个盒子，捡起来，轻声说：“上面有你的名字。”看到那个盒子，捡起来，轻声说：“上面有你的名字。”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那个黑色的盒子就像潘多拉的魔盒，静静地躺在角落，散发着无声的诱惑。我没再碰它，苏我玩也没有。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，谁也不提。生活依旧在泥潭里挣扎。苏婉每天早出晚归，说是找工作，但每次回来都是一脸疲惫，眼神闪烁。我问她工作找得怎么样，她总是含糊其辞。直到那天，我出去买最便宜的馒头，路过街角，看到一辆刺眼的兰博基尼停在路边，车门打开，苏婉从车上下来，开车的是一个50多岁、头发稀疏的男人。他亲昵地帮苏婉理了理头发，苏婉没有躲闪，反而对他笑了笑，那个笑容刺得我眼睛生疼。我躲在电线杆后面，浑身冰冷，血液像是凝固了。苏婉回来的时候哼着歌，心情似乎很好。她换下衣服，我看到她白皙的脖颈上有一枚清晰的刺目的吻痕。她所谓的找工作就是找这个。我没有当场拆穿她，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会杀了她。我只是冷冷地问：工作找到了？快了，今天面试了一家，感觉还不错。他一边说一边走进卫生间，语气轻松的像什么都没发生。我坐在床边，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憔悴屈辱、被现实踩在脚下的脸，再想想他脖子上的吻痕和那个男人的笑，愤怒、不甘、怨恨像无数条毒蛇啃噬着我的心脏。凭什么？我为了这个家从天堂跌到地狱，受尽屈辱，
而他转头就上了别人的豪车。我们之间7年的感情，难道就这么廉价吗？那一瞬间，我想到了角落里的那个黑色盒子，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海里生根发芽。那一瞬间，我想到了角落里的那个黑色盒子，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海里生根发芽。第二天，我偷偷翻了苏婉的包，看到一张酒店的房卡，格里昂酒店414房，还有一张便签，上面写着一个名字赵董。我像一具行尸走肉，在街上游荡了一天。下午1点，我拨通了苏婉的电话。喂，老公，什么事呀？她的声音依旧甜美。你在哪？我在外面面试呢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晚上早点回来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手机上通过定位软件显示的他所在的位置格里昂酒店。我笑了，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。我回到那个阴暗的地下室，拿起了那个黑色的盒子。我去了格里昂酒店，站在414房间门口，我甚至能听到里面传出的女人压抑的笑声。是他吗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我用房卡打开了按钮装置的锁，红色的按钮像一颗恶魔的眼珠，静静地注视着我。我的脑海里闪过王浩踩在我脸上的鞋底，闪过苏婉脖子上的吻痕，闪过房东催租时鄙夷的眼神。去他的尊严，去他的爱情，不就是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吗？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死，多一个又有什么关系？我抬起手，颤抖着狠狠地按了下去。时间13点21分，13点21分。那一刻，世界仿佛都安静了。我没有想象中的解脱，只有一片空洞的茫然。我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酒店走廊里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直到我的手机铃声尖锐地响起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木然地接起。喂，请问是陆哲先生吗？我是。这里是滨城第一人民医院，您的妻子苏婉刚刚在格里昂酒店遭遇了歹徒，身中数刀，没能抢救过来，请您尽快过来一趟。轰！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手机从手中滑落，摔在地上，4分5裂。他说什么？苏婉死了？怎么可能？我疯了一样冲向电梯，冲向医院。抢救室的灯已经灭了。医生摘下口罩，疲惫地对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死者身中7刀，其中1刀刺中心脏，当场死亡。死亡时间大约在下午1点21分。1点21分。我按下按钮的时间，我瘫倒在地上，浑身发抖，无法呼吸。不可能，这只是巧合。可世界上哪有这么巧合的事？我杀了他，我亲手杀了我最爱的妻子。就在我濒临崩溃的时候，手机的备用机响了，是一个保险公司的电话，是一个保险公司的电话。陆哲先生您好，我们是平安人寿，您的妻子苏婉女士在1个月前曾为自己购买了一份价值1亿元的人寿保险，受益人是您，请您准备好相关资料，前来办理理赔手续。1亿元，不多不少，正好1个亿。我握着手机，看着太平间里那张苍白而熟悉的脸，突然放声大笑，笑声凄厉，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，像一头绝望的野兽。我赢了，我得到了1亿元，我成了杀死自己妻子的凶手。苏婉的死被警方定性为恶性杀人案。酒店的监控在那段时间恰好故障，没有拍到任何有用的画面。和他在一起的那个赵董也仿佛人间蒸发，查无此人。而我作为巨额保险的唯一受益人，成了警方的头号怀疑对象。负责案子的张警官是一个40多岁的老警察，眼神像鹰一样锐利。陆先生，你妻子遇害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家。我撒了谎，我不能说我去了酒店，更不能说我按下了那个该死的按钮。有人能证明吗？没有，我一个人在家。张警官盯着我，似乎想从我的脸上看出些什么。陆先生，1个亿的保险，你妻子投保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这也是实话。苏婉什么时候买了这么大额的保险，我毫不知情。你妻子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？异常？我想起那辆兰博基尼。妻子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？异常？我想起那辆兰博基尼，想起那个吻痕，想起他闪烁的眼神。没有。我摇了摇头，把这些都咽了回去。人已经死了，再去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只会让他死后还背上不忠的骂名。张警官没有再问下去，只是让我保持手机畅通，随时配合调查。我浑浑噩噩地处理完苏婉的后事。葬礼那天，天上下着小雨，来的人不多，只有我和苏婉的几个大学同学。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出车祸去世了，他是在叔叔家长大的。我联系了他的叔叔，对方只是冷漠地说知道了，人却没来。我捧着苏婉的黑白照片，照片上的他笑得那么甜，那么天真。可就是这个我以为我最了解的人，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谜团。回到空无一人的地下室，我找到了那个黑色的盒子，我用锤子砸开了它，里面空空如也，没有芯片，没有线路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塑料壳子。一个空壳子怎么可能杀人？这根本不科学。难道一切真的只是巧合？就在我自我安慰的时候，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。我接起电话，听筒里传来一个经过处理的分不清男女的电子合成音。恭喜您，陆哲先生重获财富。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了，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了。你是谁？我们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您对这笔交易还满意吗？我妻子苏婉的死是你们干的。我嘶吼着。我们只是遵守了游戏规则，按下按钮，一个陌生人死亡。对您来说，苏婉女士真的是您认识的那个人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
好好用这笔钱吧，陆先生。对了，友情提示，不要试图调查我们，否则下一个死的可能就是你认识的人了。电话被挂断了，我呆立在原地，冷汗浸透了后背。对您来说，苏婉女士，真的是您认识的那个人吗？这句话像魔咒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。苏婉，不是我认识的苏婉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们在一起7年，可那个神秘的电话，那份诡异的巨额保险，他那个查无此人的赵董，还有他那个冷漠的不近人情的叔叔，无数的疑点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。我必须查清楚，我不能让苏婉死得不明不白，更不能让自己背负着一个杀人凶手的罪名，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里。我用保险公司预付的一笔钱，找了滨城最好的私家侦探老 K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查苏婉，查他的一切。钱找了滨城最好的私家侦探老 K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查苏婉，查他的一切。从出生到现在，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要放过。老 K 的效率很高，3天后，他给了我第一份资料。陆先生，你妻子的身份有点问题。老 K 的表情很凝重，他的履历太干净了，就像是被人精心设计好的一样，从小学到大学，所有资料都天衣无缝。但是我查了他叔叔曹文亮，发现他根本没有一个叫苏婉的侄女，他只有一个儿子，常年在外地。什么？我如遭雷击，那苏婉是谁？我还在查，但有个更有趣的发现。老 K 递给我一张泛黄的旧照片，这是我从江市一个老户籍警那里弄来的，你看看照片上这个女孩。照片上是一个扎着马尾的清秀女孩，眉眼之间和苏婉有7、8分相似。她叫李小燕，江市人，7年前在一场车祸中意外身亡。巧合的是，和她一起出事的还有她的男朋友陈宇。李小燕，我喃喃地念着这个陌生的名字。7年前，正好是我和苏婉在大学里认识的那一年。一个死了7年的人，为什么会和我的妻子长得如此相像？一个巨大的谜团在我面前缓缓展开的人，为什么会和我的妻子长得如此相像？一个巨大的谜团在我面前缓缓展开。我立刻动身前往江市，那是一个南方的小城，潮湿安静。根据老 K 给的地址，我找到了李小燕曾经的家。那是一片老旧的居民区，红砖墙上爬满了青苔。开门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，她是李小燕的邻居。我谎称是李小燕的大学同学来祭拜她。小燕啊，老太太叹了口气，眼神浑浊。可怜的姑娘，命苦啊！小小年纪，爸妈就没了，跟着奶奶过。人聪明也漂亮，就是后来学坏了。学坏了？是啊，高中的时候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，后来考上大学去了滨城，就很少回来了。听说在外面骗人钱呢。骗人钱？我的心沉了下去。老太太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测，苏婉很可能就是李小燕。她伪造了身份来到了滨城，然后认识了我。那她男朋友陈宇呢？我试探着问。小雨啊，也是个好孩子，就是太痴情了。老太太摇了摇头。当初小燕说要去滨城上大学，小雨二话不说也跟了过去，后来就一起出事儿了。告别了老太太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如果苏婉就是李小燕，那她接近我是为了什么？接近我是为了什么？骗钱？可我们结婚7年，她从未对我提过任何过分的要求，甚至在我破产后依旧不离不弃，这说不通。我又找到了当年处理那起车祸的交警，时隔7年，他已经记不太清了。我花了一些钱，他才勉强从档案室里翻出了当年的卷宗。卷宗里写着：事发路段监控损坏，肇事车辆逃逸，案件最终成了悬案。李小燕和陈宇当场死亡，尸体都已经火化了。线索到这里似乎又断了。就在我准备离开江市的时候，老 K 打来了电话。陆先生，我查到了一点关于陈宇的线索，他的母亲还在世，叫冯秀莲，就住在江市，而且他最近的资金流水非常不正常，有好几笔上千万的巨款从海外账户转入，然后迅速通过一个叫明月投资的公司洗白。最关键的是，这家公司最近正在滨城收购一处别墅。明月投资？我皱起了眉，我好像听过。没错，就是搞垮你公司的几家投资公司之一。我的大脑嗡的一声，搞垮我公司的和陈宇的母亲有关，这一切难道不是意外？我立刻让老 K 查了冯秀莲的地址，他住在江市最高档的别墅区，和我那个破败的老家简直是两个世界。地址，他住在江市最高档的别墅区，和我那个破败的老家简直是两个世界。我以一个投资者的身份拨通了冯秀莲的电话，约他见面。第二天，在一家高档茶楼里，我见到了他。他看起来50多岁，保养得很好，穿着一身名牌，气质雍容华贵，完全不像一个失去独子的悲伤母亲。陆先生，久仰。他微笑着，眼神却像淬了毒的刀子，在我身上来回打量。冯总客气了。我强压住内心的波涛汹涌，和他周旋。听说贵公司最近在滨城有大动作。小打小闹罢了。他轻描淡写地说，我只是想为我儿子讨回一点公道。讨回公道？是啊。他端起茶杯，吹了吹热气，悠悠地说，我儿子陈宇7年前被一个叫李小燕的女人骗财骗色，最后还不明不白地死在了滨城。你说这笔账我是不是该好好算一算？他的目光死死地锁定我，那一刻我如坠冰窟。他知道了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他知道
我就是李小燕的丈夫。我不明白冯总的意思。我故作镇定。不明白。他冷笑一声，从包里拿出一沓照片，摔在我面前。照片上是苏婉。冷笑一声，从包里拿出一沓照片，摔在我面前。照片上是苏婉，是我和苏婉的合影，甚至有我在医院太平间里痛哭的照片。李小燕，或者说苏婉，这个贱女人害死了我儿子，以为换个身份就能逍遥法外。她嫁给你，不过是看中了你陆家的钱，想找个靠山罢了。没想到啊，你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废物，这么快就破产了。他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针扎进我的心脏。所以，我公司的破产是你们干的？是。他承认的干脆利落。那只是开胃菜。本来我们想让你们俩像两条狗一样，在贫穷和绝望中互相撕咬，可没想到有人比我们更快一步，送了你一个礼物。那个按钮也是你们计划的一部分。不，冯秀莲摇了摇头。那是个意外，但这个意外更精彩，不是吗？让你亲手杀死了害死我儿子的凶手。陆哲，你现在是不是很痛苦？是不是很绝望？这就对了，我要让你尝尝我这7年来日日夜夜承受的痛苦。他笑得癫狂，面容扭曲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局。面容扭曲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局，一个针对我和苏婉的长达7年的复仇之局。苏婉的死不是意外，也不是什么神秘力量，是谋杀，是冯秀莲他们利用了那个按钮制造的一场完美犯罪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茶楼的。冯秀莲的话像一把重锤，将我刚刚建立起来的世界砸得粉碎。苏婉是骗子，她接近我是为了钱，我的公司破产是冯秀莲的报复，就连我按下按钮都在她的算计之中，或者说是她乐于见到的一个惊喜。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，愤怒、屈辱、悲伤，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，几乎将我吞噬。但我知道我不能倒下。冯秀莲以为她赢了，她以为我会被击垮，她错了。她越想让我痛苦，我就越要活下去，并且要亲手把她送进地狱。我立刻联系了张警官，将我和冯秀莲的对话以及老 K 查到的所有线索全部告诉了他。张警官听完后沉默了很久。陆哲，这件事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。冯秀莲背后的那个组织，我们警方已经盯了很久了。他们不仅涉及转移资产、诈骗，还可能与几起跨国人口拐卖案有关。苏婉，或者说李小燕，很可能曾经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，甚至是受害者。人口拐卖？我愣住了。是的，我们怀疑李小燕当年也是被拐卖的受害者之一，后来被组织控制，被迫参与诈骗活动。她和陈宇的死也疑点重重，很可能是组织内部的灭口。她后来化名苏婉接近你，或许是想脱离组织，寻找新的生活，但最终还是没有逃出他们的手掌。张警官的话让我的心狠狠地揪了一下。我一直以为的背叛，背后竟然隐藏着这样残酷的真相。那个我以为的骗子，可能只是一个拼命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可怜人，而我却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，因为误会和愤怒，亲手将他推向了深渊。陆哲，你愿意配合我们吗？张警官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。冯秀莲现在已经把你当成了目标，这是我们的机会，我们需要你当诱饵。我愿意，我没有任何犹豫，这不仅仅是为了给苏婉报仇，也是为了我自己的救赎。我没有任何犹豫，这不仅仅是为了给苏婉报仇，也是为了我自己的救赎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和警方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。我回到滨城，高调的去保险公司领取了那1个亿的赔偿金。我买豪车，住总统套房，混迹于各种高端酒会，刻意营造出一种报复后忘乎所以的假象。我知道冯秀莲的眼睛一定在某个角落里盯着我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一个自称是明月投资的经理人联系上了我，说冯总很欣赏我，想邀请我加入他们的一个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。鱼上钩了，我假装被巨额回报冲昏了头脑，爽快的答应了。签约地点定在滨城郊外的一处废弃工厂。我知道那是一场鸿门宴。我按照警方的指示，在衣服上装了微型摄像头和定位器。林夕，我大学时的好友，也是我破产后唯一还愿意帮助我的人，作为我的商业顾问，陪我一同前往。她其实是警方派来的女警官。车开到工厂附近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紧张起来。陆哲，怕吗？林夕问我。怕，我坦诚道，但我更想知道真相。我们走进工厂，里面灯火通明，冯秀莲就坐在正中央，看到我，她笑了。陆先生，你比我想象的更有魄力。冯总过奖了，钱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合同呢？钱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合同呢？我直奔主题。合同不急。冯秀莲拍了拍手，工厂的几个出口瞬间涌出10几个手持棍棒的壮汉，将我们团团围住。陆哲，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会蠢到跟你合作？冯秀莲的笑容变得狰狞。你毁了我唯一的希望，我也要让你尝尝什么叫绝望。他看向林夕。还有你，小姑娘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警察。今天你们2个
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，他竟然识破了林夕的身份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突然笑了。冯总，你以为你真的赢了吗？我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东西，那个红色的按钮，当然这是警方仿制的道具。你怎么还会有这个？冯秀莲的脸色瞬间变了。你忘了，送我礼物的人可不是你。我举起按钮对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：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要么放我们走，要么我们赌一把，看看下一个死的会不会是你。我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那个按钮的传说，他们显然也听说过。冯秀莲死死地盯着我手里的按钮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不确定。我知道他在赌我不敢按，而我也在赌警方的支援能及时赶到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你吓唬谁呢？给我上！终于，冯秀莲失去了耐心，嘶吼着下令。就在那些壮汉冲上来的瞬间，工厂的大门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开，数辆警车呼啸而入，刺眼的警灯照亮了整个工厂。不许动！警察！张警官带着荷枪实弹的特警从天而降，冯秀莲和他的团伙被一网打尽。审讯室里，面对铁证，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，交代了所有事情。真相远比我想象的更加黑暗和复杂。李小燕，也就是苏婉，确实是江氏人，但在她上高中时就被一个人贩子团伙拐卖到了国外，被迫从事诈骗活动。那个团伙的头目手段极其残忍，陈宇为了寻找李小燕一路追查，最终也被那个团伙控制。他们俩都成了身不由己的工具。后来，陈宇在一次诈骗活动中，因为不忍心对一个老人下手，暴露了自己，被组织残忍杀害，并伪造成了车祸的假象。李小燕因为表现顺从被留了下来。冯秀莲得知儿子死讯，悲痛欲绝。他动用所有关系调查，最终查到了那个犯罪团伙，但他没有选择报警，而是选择了一条更极端的路，加入他们。他利用自己的商业头脑，帮助组织转移财产，一步步成为核心成员。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为儿子复仇。他恨那个组织，但他更恨李小燕。他偏执地认为是李小燕害死了他的儿子。后来，李小燕抓住一个机会，从组织里逃了出来，伪造了身份，化名苏婉，来到了滨城。他想开始新的生活，彻底摆脱过去。然后，他遇见了我。或许一开始他确实是想利用我陆家少爷的身份作为庇护，但在7年的朝夕相处中，我们之间产生了真实的感情。他爱上了我，也爱上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。所以，在我破产后，他没有离开，但冯秀莲却像一个幽灵，一直没有放过他。我公司的破产是冯秀莲一手策划的，他就是要摧毁苏婉所珍视的一切。至于苏婉死前见的那个赵董，也是冯秀莲安排的人，目的就是为了制造我和苏婉之间的矛盾，让我误会他。那个吻痕也是假的，是那个男人强行印上去的。而苏婉之所以会去，是因为冯秀莲用我的安全威胁他。他告诉苏婉，如果不去，下一个破产的就不仅仅是公司了。苏婉的死更是冯秀莲精心策划的一场谋杀。他算准了时间，在我按下按钮的那一刻，派人动手去杀苏婉，为的就是让我承受亲手杀死妻子的痛苦，让我永远活在愧疚和自责的地狱里。他成功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的复仇完美无缺。听完张警官的叙述，我沉默了很久。原来我所以为的背叛，是他为了保护我的牺牲。原来在我最绝望、最怨恨他的时候，他正在独自承受着比我更大的恐惧和痛苦。我这个自以为是的傻瓜。那个按钮和那个神秘电话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。按钮是空的，只是一个心理学道具。那个犯罪团伙有一个专门研究人性的心理学专家，他们会挑选像你这样在人生低谷、急需用钱又充满怨恨的人作为目标，通过各种渠道让你相信这个按钮的魔力，然后再推你一把，让你按下它。张警官解释道。至于那个电话，也是他们打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相信背后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神秘组织，让你不敢报警，不敢深究，只能在他们设定好的剧本里一步步走向崩溃。一切都明了了，没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，有的只是险恶的人心和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我走出警局，天已经亮了。一场大雨过后，天空被洗得湛蓝，阳光刺眼。林夕站在门口等我。都结束了。他说。是啊，都结束了。我抬头看着天空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空气里有雨后青草的味道。那1个亿的保险金我一分没动，以苏婉和我的名义全部捐给了反拐卖妇女儿童基金会。我回到了那个地下室，收拾好我和苏婉所有的东西。在他的一个旧笔记本里，我发现了一行字，是他很久以前写的。如果人生可以重来，我希望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，我叫李小燕，是一个干干净净可以站在阳光下的女孩子。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对不起，苏婉，不，对不起，小燕，如果有来生，换我来找。